大家好，我是子夜。从今天开始，这个频道会开始发布一些器材介绍和器材心得，所以以后短视频我都会发在短视频平台，长视频我就会发在 B 站来，而直播呢，可能还是在抖音直播。这算是我这半年在各大视频平台辗转反侧得来的最终结论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立刻去户外实拍吧。我平时拍漫展人像拍的比较多，而拍漫展人像最重要的就是用大光圈虚化掉杂乱的人群背景，所以我一直在收集各种佳能单反 EF 口的大光圈大炮。为什么是佳能单反口呢？主要还是因为最近眼睛近视加重，打开钱包看不到钱。我的主力机器都是佳能 EF 口的 EF 口大炮群，数量庞大并且便宜，转接起来也非常方便。我主拍视频，对锐度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，非常适合我这种要求不高而且近视的人使用。我收集的大光圈炮很多 F 值在 1.2 左右就算很大了，直到我发现了这颗光圈居然有 F0.95 的大炮，它就是中医的50毫米 F0.95 全画幅单反大炮。先说一下，我并没有收厂家的钱啊，因为这颗镜头呢也是我自己购入的。我其实并不怎么喜欢做器材的测评啊，因为我觉得摄影嘛，肯定是应该多数据拍，而不是坐在家里看纸面数据，用键盘来摄影啊。很多纸面上的瑕疵，或者说你拍测试卡才能看出来的瑕疵，在实际复杂的画面拍摄中是很难用肉眼是很难察觉到的。但是由于这颗镜头实在是很特殊，所以还是忍不住做了一期视频来吐槽一下。缩写 0.95 的光圈，从键盘抛手的角度来说，火力是不是非常的猛？这立刻让人想起佳能那颗梦之炮，或者尼康那颗夜神炮。0.95 的光圈表现了一个炮厂的实力，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国产厂家特别热衷于开发0.95的夜神。说实话吧，我觉得这些0.95的夜神用最大光圈拍摄，也就尼康那颗算可用，佳能的梦之炮和徕卡的夜神炮都比较勉强，而国产的一众夜神最大光圈都是不可用的，包括这颗中医夜神。当然你觉得可用你就用，我也不会阻拦你的。这颗中医50 0.95是2020年发售的，后面经过几次改版，我这颗是最新版的。如果是老版的话，后镜口会有2个挡板，会造成光斑诡异和进光量减少的问题。当然这并不是中医唯一一颗超大光圈单反炮，中医还有一颗 50T 1.0的电影炮，那一门炮我也买过，收到货开箱的那一刻我就决定退货了。为什么呢？那坨炮放在盒子里，我单手差点拿不起来。105的滤镜口接近2公斤重，用久了可以一拳打死一头熊。而这颗摄影版的50 0.95也不轻啊，82的滤镜口约 1.5 公斤重，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那是3颗索尼 G 大师50 1.4 的重量。如果你真想拿来用，你得先锻炼一下你的臂力。中医也有微单版本的50 0.95，我问过厂家，他们认为这颗单反版本的画质才是最好的，估计是堆料堆到了极致才导致这么重吧。镜身是全金属的，摸起来非常非常的凉爽，但遮光罩是塑料的，感觉有点不协调。镜身这个焦距刻度非常像徕卡的设计，这颗镜头是手动对焦，如果你想买来拍照，大光圈前景深对焦会非常非常的困难，还得同时抵抗重量和领对焦环带来的抖动。等你对好焦吧，别人自动对焦早就拍完了。我个人呢觉得摄影头最好是不要超过1公斤，因为太重的镜头会影响你的拍摄心情。我曾经用过最重的镜头是适马40 Art， 重 1.2 公斤，画质呢确实是非常的好啊，细节就像手术刀一般的锐利。但是要让我坚持举着一个 1.2 公斤的镜头拍1个下午，我是真没那体力和心情。我个人觉得600克左右的镜头是最佳重量，它刚好和大部分机身达到了一个平衡。这镜头镜身的做工其实还可以，但是有些小细节不太行，比如这个光圈的刻度居然拧得动，而且刻度居然对不齐。而后口这个消光器，由于变焦时镜片会浮动，会把消光器给蹭掉，只能说工艺还不太到位吧。这颗镜头的镜片是12片6组镜片组成，有1片低色散镜片，但是
它的摄像火力依然很猛。我第一次用这镜头在强光下全开光圈拍摄的时候，它的摄像就让我大受震撼，动弹不得，真是太恐怖了。画面中的高光边缘都充满了紫色，整个画面看起来就紫紫的。我本来以为是增光点胶环的锅，但是我的其他镜头用了增光点胶也不至于这么恐怖吧。我对紫边的接受程度其实已经很高了，因为佳能的 50-1.2L 也是我常用的镜头，那颗镜头也有强烈的紫边，但是我觉得我还算能接受吧。就算我不手动去修正，紫边也不会太出戏。但是中医这紫边实在是超出了我的接受程度啊！这颗炮要把光圈开到 f2.8 以后，中心紫边才会明显下降。但是视角的紫边放大看仍然很严重，即使缩到最小光圈，边角也仍然有紫边。但是，一旦你把光圈开小，暗角也会增加。这可能和科莫多传感器太长了有关。如果是转接到4433的中画幅的话，拍照时光圈全开就会有轻微的暗角。随着光圈变小，暗角也越来越明显。而视频16:9模式是裁切过的，只有一丁丁暗角。来看看锐度吧，光圈全开，中心画质非常之软，就像自带高斯模糊，反差和饱和度都稍微有一点低，边缘画质有点糟糕。如果放大看的话，就是惨不忍睹。如果把光圈设到 2.8， 避免在强光下拍摄的话，紫边就要好很多，中心的锐度也就上去了，只是边缘画质依然很拉。买这镜头吧，可能我觉得大家都是拿来拍糖水人像，不会太在意边缘画质。而 f0.95 的实际进光量可能和佳能的 50-1.2 差不多，并没有感觉到多出来半档光。最大光圈下的背景虚化是非常牛逼的，人群都被虚化成光斑了。不过我觉得这个散景虚化略微有一点杂乱。如果对比一下佳能 EF85-1.2，85-1.2 的虚化更强一点，但是背景虚化没有那么乱，给人一种整齐的感觉。但中医的虚化做不到这一点。来看看光斑吧，这个夜晚的高光紫边算是笑到我了，边缘的汇差还挺特别的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回旋镖汇差。对焦从无限远往回收以后，左边的鬼影越来越强了。当光斑出现后，只有正中央的光斑还算圆，中心稍微偏一点的地方都成了猫眼，因为很柔，边缘也不是很明显。这个光斑的虚化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我本来以为那个紫边是增光点胶环的锅，但是我去掉之后还是这样的，看来这个紫边是真的无解。这大炮的优缺点和特性就总结完了。现在我告诉你，它的售价接近4000，你愿意买吗？如果你问我推不推荐这颗镜头，我只能说，如果你想买来干活或者是常用的话，我当然是不推荐。如果你只想买来偶尔玩一下，或者是体验一下大光圈，倒是没什么问题。但我估计这颗镜头的最终宿命就是在闲鱼上你转我，我转他，这样无限转身下去。